面对这个被称作老胡的年轻人的邀请，叶晨欣然答应下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俩可就不跟你们客气了。”老胡笑道：“嗨，你可千万别客气，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，互相照顾也是咱们驴友们的优良传统。”说着，他问叶晨：“哥们，你怎么称呼？”叶晨正要说话，一旁的林婉儿笑着说道：“我男朋友姓林，叫林晨，大家叫他阿晨就可以。”叶晨听得一愣，他大概明白林婉儿的想法，毕竟是要在这里等吴飞燕，无论是叶晨这2个字，还是林婉儿这3个字，吴飞燕肯定都不会陌生，所以还是尽可能不用真名。只是他没想到，林婉儿竟然给自己起了个林晨的假名，甚至还起了个阿晨的昵称。他心中暗忖，阿晨这个称呼怎么听起来像是个理发师？这时林婉儿又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姓叶，大名叶小婉，大家叫我叶子就好了。”众人纷纷点头。那老胡笑着说道：“阿晨、叶子，欢迎你们临时加入我们滇南流浪者的大家庭。我们都是来滇南徒步的，之前大家基本上也都不认识，是在徒步的过程中认识，并且结伴走到现在的。”说着，他又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胡乐琪，乐得其所的意思。只是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女性化，所以认识我的朋友，我都让他们直接叫我老胡。”随后，他轻轻揽着身边那个先前一直张罗要搞篝火晚会的女孩子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我女朋友舒兰，是清华的高材生，我们是这次徒步认识，然后在一起的。”胡月琪大家逐一介绍一番之后，便自告奋勇地说道：“阿晨，我看你不像是经常出来徒步露营的，要不我帮你们先把帐篷支起来吧。”叶晨感谢道：“谢了哥们，我一会儿自己弄就行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”胡月琪认真道：“有事尽管说话，千万不要客气。”叶晨点头道谢，心中也多少有几分惭愧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些人把他当作萍水相逢的朋友，而自己却需要利用他们来为自己和林婉儿打一个掩护，多少有些不太地道。热衷户外的年轻人，性格一般都非常外向开放，基本都是社牛属性拉满的那种。而且这些年轻人一个个对叶晨和林婉儿都十分热情，所以大家很快便聊得热火朝天。胡乐琪在这群人里很有领导力，看得出大家都很信服他。叶晨见他年纪看起来不算大，于是便好奇地问他：“老胡，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？”胡乐琪点头说道：“还是学生，之前在美国读书，是美籍华人，这不是放暑假了吗？所以就想着回国搞搞徒步，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”说着，胡乐琪又道：“我们基本都是在校大学生，我和孙景、马林超都在美国读书，舒兰、小波他们3个是清华的，海鹏和丽锦是北大的，还有一些在英国和加拿大读书的。你们俩呢？”叶晨随口道：“我俩是高中同学，上高中的时候光顾着搞对象了，也没好好学习，结果也没考上什么大学，后来就去燕京找了个不用分数的民办野鸡大学混了2年，没混到毕业就不上了。”林婉儿幽怨地看着叶晨，心中不忿地抗议道：“公子这一句话，奴家这些年几十上百个学位算是白考了。”其实叶晨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想给这些人营造出一种自己与林婉儿是学渣的主观印象，否则大家要真抓住大学这个话题聊个没完，两人恐怕很容易就会露馅。无论说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，或者在哪个大学读书，一旦这些人在自己说的学校里有一个熟人，
很可能就没法聊下去了。而自己说自己是野鸡大学肄业，就会给这些人造成一种潜意识，让他们以为自己对学校方面比较自卑，所以他们自然也会尽量少问、少提与大学有关的话题，这样也就避免了暴露的风险。果然，叶晨一说自己和林婉儿连野鸡大学都没上完，这些人便立刻识趣的没在就学校的问题上多问哪怕一句。胡乐琪还怕叶晨和林婉儿因为学校的问题自卑，于是便笑着说道，其实读不读好大学，甚至读不读大学都无所谓，人嘛，一辈子活得开心快乐最重要。就是胡乐琪的女朋友舒兰开口附和道，读书其实挺没意思的，我父母从幼儿园就开始激娃，一直激到我考上清华，还要激我做好去哈佛读研究生的准备。上半年我终于如愿拿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，结果我刚订好这个月去美国的机票，就查出得了脑胶质瘤，而且还长在了脑干上，无法手术，不知道能活到哪天。他们现在也终于意识到，鸡娃远不如让孩子健健康康更重要。林婉儿听到他的话，惊讶地问，你得了脑胶质瘤？舒兰点点头，淡然道，发病率不到1/1000，但还是被我撞上了。胡乐琪也笑着说道，我的情况跟舒兰差不多，我是去年查出肺癌晚期，而且还是小细胞肺癌。我从小到大没抽过一口烟，连在美国泛滥的大麻也没碰过，结果一查就是个晚期肺癌，没什么好的治疗手段，干脆尽情享受人生好了。林婉儿下意识到，晚期小细胞肺癌也是可以放化疗的，搭配靶向药也能有比较不错的治疗效果，千万不要自暴自弃。胡乐琪笑道，我也没有自暴自弃，我原本从美国来华夏，是想参加九玄制药那个九玄在造完的临床试验，据说这种药几乎对任何一种癌症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，医生也建议我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名额。可我来了之后才发现，这名额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连之前美国 FDA 的局长詹姆斯·史密斯都没办法给他儿子争取到一个名额，更何况我这种普通人。一旁的舒兰说道，话也不是这么说，九玄制药的名额分配也不是看谁有钱有势，而是看谁更需要得到救治，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的无一例外都是癌症患者，其中至少有30%以上都是被医生宣布寿命不足半年的。光是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就有几百个，而且很多患者还都是小孩子，像我们这种20多岁的几乎很难得到名额。叶晨好奇地问，舒兰，你也去报名九玄制药的临床试验了？舒兰点头道，我去了，但也没能入选。九玄制药的评审机制有点类似于比惨，先比谁的病最重，然后再比谁的年纪最小，谁的家庭情况最可怜，谁的家庭责任最重等等。他们有一套积分机制，实际情况越惨的积分就越高，最终所有名单都从积分最高的那几百上千人里选择，就跟积分落户的逻辑差不多。我第一轮就直接刷下来了。叶晨对此倒是不惊讶，因为这个规则基本上是自己出了指导方针，再由卫料负责实际落地的。九玄再造完本质其实是散血救心丹的稀释版本，这东西全世界可能只有自己能造，而且要用灵气做代价去炼制，本就无法实现量产，它就是自己拿来敲开 FDA 大门的敲门砖。而叶晨心里也很清楚，自己不是上帝也不是圣母，这世上有太多的癌症患者，根本就不是自己一个人能救得过来的，所以他只能力所能及的救一部分，
而且还是很小的一部分。既然是为了救这一小部分人，那自然不可能是谁有钱谁就能得到名额。所以叶晨才让魏亮只救最惨的那一小撮。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走过好运，没有遇到任何眷顾，但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九玄制药还能给他们一个逆袭的机会。所以在叶晨看来，他更倾向于让魏亮去救一个活了20年，就整整吃了20年苦的癌症晚期患者，而不是去救一个在中产阶层家庭生活了20年的天之骄子。在这种基调下，胡月琪和舒兰基本都不具备入选的资格。这时，驴友里有一人愤愤不平地说道：“这个九玄制药的老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为什么不优先去救你们这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？”舒兰自嘲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也不过就是书读得多了一些，未必对社会就真的有用。再说了，医生治病救人，先救危重病人是理所当然，总不能因为我学历高，就让我插队吧。”胡乐琪笑着说道：“嗨，我也很理解他们。FDA 那个詹姆斯·史密斯，据说辞了工作，在金陵做了很长时间的慈善，基本上所有身家都投进去了，现在还没放弃，也一样没给他儿子换来一个机会。人家九玄制药的人也说了，他儿子虽然病得很重，但比他儿子病重的孩子多了。”人群中一人惊讶地问：“美国 FDA 的负责人辞了工作去金陵做慈善了？”“是。”胡乐琪点头说道，“我跟那个大哥聊过，他才是最亏的一个。人家九玄制药当初要进美国市场的时候，拿着九玄再造丸上门找他，知道他儿子得了癌症，还免费给他一些药试用，他就总觉得汉方药不靠谱，没有科学依据，死活瞧不上。结果等他回过神来再想找人家的时候，人家已经放弃九玄再造丸进入美国市场了。”说到这，胡乐琪叹了口气道：“那老哥也是没办法了，儿子在梅奥诊所也得不到好转，只能孤注一掷的去金陵碰运气，估计是想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吧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